原来这帮日本军人与关东军要塞的部队走散，迷失在林中，又不敢出去巡逻，只能躲在深山中。后遇到一伙盗墓贼，从盗墓贼口中得知日本战败的消息，一气之下杀光了盗墓贼，随后自杀。得到盗墓贼装备的胡王二人，竟然真的被其找到一座古墓，二人脚下就是古墓的墓顶，封土堆下的墓顶被铺设的天宝龙火琉璃顶覆盖。胡八一看着盗墓贼挖开的盗洞，判断附近应该还有一条直通墓内的侧面盗洞。两人正盘算中，英子误打误撞，正巧掉入了附近的侧洞中。来到地下的三人看着面前的木头，胖子难掩心中兴奋。胡八一虽然对盗墓知识所知不少，但都是纸上谈兵，这次有机会进入古墓之中，也不免心生好奇。墓门已被破坏，进入古墓中，墙上的壁画雕像吸引了胡八一的目光。从墙上雕刻的壁画得知，墓中主人是一位将军。胖子招呼众人来到侧室，这里堆放的是一些陶土瓦罐兵器，地上平放着一副马骨，看来是给将军陪葬的战马。不见棺椁的众人继续进入古墓更深处。胖子好奇心作祟，悟出了古墓中的机关，好在胡八一提前预警，众人才堪堪避开周围墙壁上发射的弩箭。胡八一让众人退出墓室，胖子一脚踢在地上的石兽后背，竟然无意间打开了一道机关，墓室中间的石台一分为二，一副古棺慢慢升起。胡八一紧手摸金校尉的倒斗规矩，开棺之前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胖子探进棺材中一顿翻找，最后从元代将军的手中拿出了一对鹅形玉佩。就在此时，东南角的蜡烛竟然晃了两晃熄灭了。英子极力劝说胖子将玉佩放回，可见钱眼开的胖子好不容易拿到点值钱的物件，怎么肯轻易放回去？胡八一见胖子态度坚决，便提议先放回一块，然后重新将蜡烛点上。如果蜡烛没有熄灭，那三人就带着这一块玉抓紧离开。没事吧？什么事儿都没有。看着蜡烛的火苗并无异样，胖子兴奋地将那一块玉佩揣进兜里。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看见没有？还是你胖哥我沉得住气啊！沙家浜第6幕撤退。拉。人点主鬼吹灯，鸡鸣灯灭不摸金，这是无数摸金前辈传下来的规矩。可新晋摸金校尉胡八一和胖子初次下墓，又破坏了这条规矩，因此他们很快就为自己的莽撞付出了代价。正当胖子揣起古玉准备撤离时，一只粗壮的手臂从棺材内伸出，将棺材盖板用力推向众人。只见棺材盖板犹如炮弹一般飞出，将整个出口堵得严严实实。众人回头一看，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棺材内的墓主人已经化身为大纵，正一步步地向众人逼近。你的东西还给你，还给你啊！还给你！我还给你，你怎么还追我呀？胡八一边道歉，一边将古玉放回棺内。岂料大粽子根本不吃这一套，依然穷追不舍。三人只好退入后室，看到陪葬的巨大狼牙棒，胡八一和胖子合力将其抬起，向大粽子砸去。岂料大粽子竟轻易地将狼牙棒挡住。胡大哥！看到墙壁后竟然有另一个空间，众人顾不上多想，便钻了进去。墙壁后是一条长长的隧道，不知通向哪里。看到大粽子破墙而入，大家也只好继续向前跑去。好在没跑多久，三人就发现一扇铁门，他们赶紧将门关闭。这是哪儿啊？什么地儿啊？墓里头怎么还有大铁门呢？好在这铁门足够结实，大粽子也只能在门后干着急。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在新的空间一番探索后，他们在墙上发现一幅地图，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日本字。胡八一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要找的关东军要塞，没想到这要塞的通道和古墓竟然只有一墙之隔。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找值钱物件，只想着能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三人商议后决定先去武器库搞点装备，然后再前往地图上的出口寻找离开的办法。刚才咱要这个，哪至于那么狼狈啊？那红毛怪还在撞门，真来劲了啊！老胡，你给我10分钟，我非把他炸死不可。别嘚瑟，咱们赶紧找出口，安全第一。看见什么了？看见一个小矮子闪过。
荒废已久的军事要塞中怎么会有小孩出没呢？就在刚刚，胡八一等人为了躲避红毛怪的追杀，阴差阳错下躲进了当年关东军修建的秘密要塞中。众人按照地图指引，终于来到出口处，却发现出口早已被炸毁。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再次寻找其他出口，岂料却无意间闯入了野口明指蝠的巢穴。这种蝙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生性嗜血，是蝙蝠中罕见的凶恶品种。就在此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你推我干什么？我没推你啊！胡八一感觉有人在他背上推了一把，一个踉跄险些摔倒。看着胖子和英子远远的站着，胡八一不禁汗毛倒竖。然而命运却没有给他们太多害怕的时间。此时此刻，在这宁静的洞穴中，如此清脆的碰撞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瞬间惊醒了沉睡的蝙蝠群。只见蝙蝠成群结队的向三人飞来，他们立刻切换为输出模式，对着蝙蝠群疯狂扫射。三人且战且退，幸好之前补充了足够的武器，这才侥幸逃离了危险。然而还没等他们喘口气，诡异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大哥，你背后，你后背上，你看，这像半个小孩的手印。嘘，可能是你自己蹭的。胡大哥，你刚才说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我感觉被人推了一下，而且手劲还挺大的。咱别自己吓唬自己。胡八一壮着胆子上前查看，可出现在众人眼前的并不是小孩，而是一扇厚重的气密门。胡八一回想之前看过的地图，发现其中并未标注这间密室，他担心密室内可能有更多危险，便不准备进入。胖爷一心惦记着宝贝，为了说服胡八一，便现场对其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他里头万一要是有宝贝，那也是咱中国人，是咱小日本上山队都抢过来的。咱作为新时代优秀青年的代表，是不是有必要让他重见天日呢？你怎么想的我知道，但是现在找到出口是正经事儿。你说的没错，可是后面有个蝙蝠堵呢，万一这门里还有出口，怎么着咱们是不是应该打开看一看？正如胖子所说，众人目前已无路可走，不如进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出口。考虑到密室内也许会有生化武器等危险物品，三人戴好防毒面具，严阵以待地开启了气密门。进入房间后，看着满屋堆放的棺材，胡八一觉得这里应该是关东军挖掘地下要塞时将挖出的古墓内的棺材都运到这里，古棺都被打开，棺内空空如也。一副用防潮布覆盖的棺材吸引了二人注意，胡八一让英子点燃蜡烛放于棺材四角，胡王二人准备开棺，结果大失所望，棺中只剩一具枯骨，陪葬品早被日本人洗劫一空。胖子在一旁咒骂小日子，胡八一打着手电看向棺中，烧杀掳夺，坏事做绝。没想到竟然发现一对童男女的尸身。原来古代童男女被作为陪葬品，在身体中灌入水银防腐，陪同墓主一同下葬。因为手段过于狠毒，这让胖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兄弟二人来到门外吸烟，胖子提议将童男女的尸身带出后埋葬，也算是入土为安。带上童男女的尸身，三人又返回要塞入口，不料出口已经被当年撤离的关东军炸塌。三人打算回到墓道内避开红毛怪，再想办法从原路返回。来到铁门处，原来红毛怪早已撞开铁门不知所踪，却在下一个拐角处与之相遇。三人边打边退，带着红毛怪进入关东军要塞。胖子吸引大粽子注意力，胡八一和英子趁机返回了墓穴。进来的门被棺板堵得严实，使用炸药才将棺板炸开。你大爷的！他不会不想吧？就该响了，哪有六啊！胖子连忙呼喊胡八一赶紧跑，胡八一却被大粽子缠住，无法挣脱。